们要讲什么？很难得可以在这边坐下来。平常老师讲话的方式都是坐在后面身后的这张椅子上。对，你有这样子录音过吗？没有，但我觉得这氛围很好。我问一个问题哦，我要怎么分辨这个焦虑是不是自己的？很好分辨啊。其实像我刚才不是花一点时间静心，我决定先静下来，其实那个焦虑会退。但是我其实在隐隐还知道中午12点我们要录音，可是我还是在逃避。我想说我想睡觉，我感冒了。但你看到11点40几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过来跟你讲说，我们还是录吧。所以这个焦虑我知道不是我的啊。像等一下录完，我可能就很开心啊，因为那个焦虑感觉是你没有把完成的事情完成。可是我觉得我不会用焦虑形容。如果我真的焦虑，可能是比如我的亲朋好友生病了，然后我在远方爱莫能助的时候，我才会焦虑。但如果是与高龄之间，因为完成与不完成的要与不要，我觉得那倒不是焦虑，那倒是我要不去面对现实这件事。对，那我也可以不要，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录，明天还是会发生。那我与其这样，我干脆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流就顺着走。我觉得你很好，是你说你是灵性小白，但我觉得你比我还懂顺流，因为你之前就会讲说，没关系啊，好跟不好，你就是开放的讲，因为没有人期待。所以也许我背后的焦虑是在于，这样突然的时候，我可以做得好吗？我可以100%吗？因为我没有甘愿，就跟直播不一样。直播是明天有直播，所以我全神贯注在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全力以赴。但像这个，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全力以赴，所以我的焦虑来自于理想主义。身为通灵人的，我觉得那种焦虑也许也是共振的，又因为有人在叫你，需要你，可是你现在可能我想看电视，我想喝咖啡，我想做自己的事，但是你就在取舍。我永远都在取舍，那种焦虑就是觉得我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对得起自己。可事实上，我的任何选择都是被他们接纳的，但是也是被你接纳的，我都知道。但我会有一个很深的东西是，我最后都会选择遵循这个流，因为这个流如果流出去对我有帮助，对你有帮助，对这个环境有帮助，对世界有帮助，我都觉得很值得。你知道吗？当我面对一个焦虑的人的时候，我会很想解决他的焦虑。对，但是这个解决是不是其实就我好像没有分辨出这个焦虑不是我的，这个焦虑其实是你的，我应该就还是待在那就好，不用帮你想方法。不会啊，你很稳欸。我觉得就是你，我觉得你都讲到几个关键字啊，就是关键字就是不要砍垮我，就顺流，不要谈他说我是一个草根性的人，所以你讲话这样。好，就是顺流啊，然后东西好不好不重要，因为就让它出来，因为反正那个焦虑产生就是有一股能量已经下载到你这个地方，可能灵魂早就愿意了，然后就在这里，可是我不愿意去执行它，就有点像是。你的生命如果跟你敲门，要你转个弯，可是你怎么样都不愿意走的时候，你就停在原地，然后就是状态是不变的。那你何不好？我喝完这杯咖啡我就去，明明就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我就去，然后反正你就放我旁边，我就想喝，我点完我就去，所以我现在走在这里。但我觉得焦虑对现代人的生活的确，我觉得是很大的困扰，因为尤其是2025年，对不对？还是2015很动荡，的确很动荡。我其实必须承认，是我2012的时候，大家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我心里超平静。但2025，我从去年11月我就真的没把握，因为我知道很多事不一样了，甚至我自己也必须花更多时间，去稳定下来。我觉得通灵人有一个弱点，其实就是会放大集体的东西。所以，也许这个焦虑来自于，我也不想正式面对这2025年会发生的变动嘛。对。但我其实一直很想问高灵，面对2025年这么多动荡，也的确一个一个在发生。那他们怎么看？那你听到这么多恐惧的预言，你怎么看？我都会把它当作很像是台风特报
就是天气预报而已啊。就是如果发生，那我就做好我的风险管理啊。哪些事还没做，哪些人还没见，哪些梦还没做。如果他就像你之前在丰盛之流上的课讲的一样，如果焦虑它成为你推进的动力，那你何不就让这个焦虑成为你的助力？虽然好像看似很动荡还是什么，可是可能我的生长环境本身就已经够动荡了，所以这些动荡对我来说好像也没这么害怕。而且，那你觉得如果真的像预言讲，会有一个大海啸、大地震发生在台湾，整个就是会消失，你害怕吗？怕啊，我怕啊，我怕死啦。我觉得我害怕淹水的感觉。对，其实我好害，我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也不会想说我要跟谁在一起，我要跟谁相处，我要跟谁度过，我只害怕那个身体的疼痛或者是身体的窒息感。可是它有可能才1-2分钟，这样你怕吗？怕，对我还是怕。它就是底层，就是聊起某些东西是恐惧的，就生死之间。可是我必须要这么浅的看。对，我懂你意思，因为我也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跟新闻本身一样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发生，但我可以感觉到内心有受牵引，因为集体意识还有2025年的确比较动荡，但我在更深层的部分，我又觉得我是超级平安。我说的平安，也许是高龄正在带领着我去。面对生与死之间，你怎么也把它视为一体两面？对。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人家觉得高龄是不是有预言什么，所以你要暗示别人接受死亡，都不是，都不是。他们不会给我这些还没有发生的预言。应该是说我偶尔会有做这样的梦，偶尔会收到这样的画面，但我很多时候是跟他们谈的。合作方式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不想要知道。对，我不是逃避，而是我希望保有这一份平安的感觉，然后去面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平安的感觉，有可能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对，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啦，就是因为那个事件对我来说的确真的很大，可是问题是可能。真正在我生命当中，还有更大的是，我明天的账单是不是能缴清？我的信用卡账单能缴清？然后我的水电有没有因为我的忘记，于是结果被切断？这个就是他一直都会，现实层面当中，他会一直把我拉回到当下，这个才是我真正应该要处理的事情。所以我都会另外一种层面思考，如果我已经可以去想到那所谓的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某部分而言表示我还算是幸福的。因为我有能力可以去再多想一点到另外一种不同层面的地方，表示我目前活在地球上，踩在这土地上的我，没有需要这么慌张的去处理我的物质层面。然后明天我能吃饱，后天我能够好好的为自己去菜市场，它就会让我不会那么看到远方的那个害怕，因为这些这些也算是恐惧的一种啊。对啊，它是会蔓延、会扩大的，然后会更混乱。就是从外界的这些预言找进自己内在混乱，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混乱。然后我只是比较好奇想问你，那你明天的账单付得了吗？还有什么东西？你明天的账单付得了吗？我明天的账单付得了，付得了因为我前面1个月我还蛮努力的，就是明天的账单能不能付得了，取决于就是我有没有在每一天都踏实的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对，它就不会让我对于未来日子感到害怕。如果我对未来日子感到害怕的时候，那想必我应该是当下还没有做好哪些事，才会让我心里慌慌的。就像现在这样，是20分钟前我们在那边要跟不要，要跟不要，搞超环，要跟不要，你先站起来再说好不好？这态度，我是老师没有，是我先站起来再说，然后邀请老师说你要进来录音吗？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你会觉得聊完吗？没有啊，
那你还有想因为高龄还在，他们还没传讯。哦，真的哦。一早就让你们感觉有催促感，希望来自于很远的地方，也是阿莎第一次透过我将讯息下载跟传递出来。我是来自于第11次元的一个存在，被你们召唤来是因为因应着你们开放给雪松开始。雪松的频率在我们大自然或宇宙的境界里是相当高的。当然，雪松它在整个地球的平衡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跟你一样，我想要落地，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聊聊你所谓落地的讯息。你们刚才一直提到关于7月的地震的海啸的预言传说来自于你们的新闻媒体，但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恐惧的讯息如同通灵人他们过度敏感的体质，所以很多事情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个讯息，我相信也是为了要支持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借力使力，将一个宇宙动荡的力量，我们如同踏着海浪，如同踏在那个什么板，冲浪板。OK， 对，我看到以上我讲过，踏在冲浪板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自己的内在跟你自己的身体与海之间，或者在身体与动荡之间，做一个更和谐的调整？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地球在这个晃动的2025年平安的度过，而且充满着生命很多的色彩。许多人因为要面对内在与这样相关的集体意识的恐惧而变得更庞大，如同你从第3天就开始一直说你想要成为一棵稳稳的树。这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你终于知道你的灵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替你很高兴的是，在你的灵魂道路里，当你走在对的频率里，你可以创造的一定都比你想象的还美还多。所以我们想要鼓励所有地球的朋友，当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当你希望自己可以在许多的晃动当中，许多不了解的能量世界当中，可以更清晰，更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有选择自己的冲浪板，在浪里面，你如何平安的度过2025年？我们是一群光体，对我们而言，将这个讯息传递出去，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生命的任务。就像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随顺，就是一样的道理。它是没有得失心，它是没有用力，它也更不是为了教育，更不是为了大家知道。我都说了，你们有没有听到？活该，并没有这样的事。更多是希望知道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告诉你如何让这一个慌乱里面，让我们的内在更强大，这才是回到本质。而树，我们会提到树，因为大自然是最轻易、最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往外追求某个你们认为可以靠得住的形象。你可以内心去感恩树，让自己成为树本身。所谓树本身，是指的是你就是让自己稳稳的在那，好好的生活落地，每一刻都在当下的时候，并且你也知道你的意识是逐渐的开放在提升维度的范围里。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人可以做的本分。我们一起帮助地球，可以稳稳的、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度过所有生命的考验与经验。那
如果靠近大自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然后有人都说抱树啊，有时候树啊有很多那种阴气啊，还是什么那种，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看待这个事件？就是一些声音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又是太阴的东西，不要靠近，这样。是的，的确在人类的世界里有许多的判断，而每一个人生命之所以独一无二，就是因为我们是否可以凭借着自己内在的感受、直觉，还有你一定可以遇见一棵树让你放心的，就像你们生命里面寻寻觅觅找一个适合的东西让自己安心立命，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开放的程度。那你如果看到一棵树阴，你也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抱到阴树，那我会建议你，既然你对树有这么大的偏见，我们就去海边踏踏海的沙滩，摸摸海水，可能都来得比你硬要去抱一棵让你感觉会有阴气太重的树来的简单利落。我们所说的都不是为了让你制造更多的恐惧，更多是让你明白，其实大自然无所不在，但大自然的力量十分强大。2025最好度过的就是尝试跟大自然调频同频。当你知道大自然为什么会爆发，就是因为在大自然的自然法则里，能量高的大自然势必会往能量低去让这个平衡。能量高遇到人类现在非常恐慌的状态，大地也开始产生许多的反扑，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的法则，能量法则，高处往低处去平衡。所以有一点像是你会永远发现，如果你内在的能量够强大，你会遇见的伴侣可能都是需要被帮助的，而这个东西就是能量在互惠跟互补。在这个时候智慧非常重要。比如我现在知道大自然它不是刻意要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坏事所以它反扑，而是更多是因为我们在人为的破坏里面的确让大地有时候会很疲惫。那大自然只是因应水往低处流，我们只是因应去补足去平衡，所以产生了很多的晃动。但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人们就应该让自己的能量高涨。很简单，当你的能量可以饱足，你一定不会遇到大灾难，因为你都足以可以提供了，你如何会被淹没？所以讲白了，其实我们这个讯息就是希望减少无辜的生命在意外当中措手不及。这是非常真诚与善意，但又希望在人类二元对立的头脑里面，大家不会只听一小撮而去诠释的全部，而相信我们的善意与真心，就是希望可以让你们能量充满。我们用我们的方式，透过阿莎传递，透过你传递，透过影像传递，透过你们愿意去拥抱树，愿意去踩踩山，愿意去听听让你感觉赏心悦目的朋友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会很建议人们不要过度耗能。耗能指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永远他让你能量有拉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我会鼓励你先回到自己，而不是鼓励你去当拯救者去救他帮他。因为在整个大整体里面，的确宇宙会有这样的安排，地球有这样的故事，是为了让我们生命与外在之间更平衡，而不是只是拘泥在我要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我们要放开自己。但你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回到当下，处理该处理的账单啦、生活琐事，但同时我们内在也有十足的信心，知道我会让我能量充满。我充满就是对我的家人，对我身旁的伴侣，对整个走过的土地，对有缘的朋友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是最大的祝福。经过2025年的整个磁场的变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庞大，充满光、充满爱、充满支持的力量一直灌注地球。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神心敞开给这些想要跟地球共好、被宇宙滋润的光体们，
多于你们要往阴暗面去钻，往阴暗面去找解答，往阴暗面去绞尽脑汁的去解决它，那倒不如我们可以以更大整体的自己去放开自己。其实进行断舍离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在这一个能量庞大的过程里，当这一整年光的力量特别强，混乱力量也强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取舍？其实要稳，它就是要非常谦卑的知道我自己的能量，是不是被掏空了？这个就是一个尊重自己，跟在这一年当中，你可以踩着自己的冲浪板，去在这2个集团里去游走，去经验，去往上堆叠，往上堆叠。我讲到这里，你好懂吗？就是有意识的说好话啦，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有意识，对，但有意识的知道你不是拯救者，也不是英雄，因为在这个大局势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好，千万不要2败俱伤。对，所以要非常敏锐，知道哪些人共振可以互相滋养、互相提升，哪些人共振就是说不上来的辛苦跟坠落。那我们就诚实面对自己的心，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支持自己，也就是支持更大的所有人。我很喜欢11这个数字，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任何重要的一些转变的时候，都刚好会有11这个数字出现。对，又轮到我们说话了，就是刚才那一位11次元。很高兴你们给我空间，也很高兴你来到这里，让我们开启了这个空间。你一直说到11不是偶然，因为11是你很重要的数字，也是因为你的存在，所以11会出现。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阿水还是很大的受益，所以谢谢你拎着包，改变了一下没有行动力这件事，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入到任何讯息之下，你出现了。所以你不觉得你已经在创造显化，而且在2025年，你也跟所有你的这些有缘的朋友们或阿莎有缘的朋友们一起听到了怎么让自己在这一个晃荡的过程里，我们其实看到自己的阴暗面。比如说我看到阿莎内在里面，他其实也会担心我的家人在台湾如果产生大地震，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把他们找出来？但他也知道很多事情不能无限扩大那个焦虑，所以他也学会了回到自己。我们就是在最对的时间点在做对的事。那至于预言将来未来，它是虚无缥缈的预言。我祝愿大家在这一刻一起闭上双眼，然后我们一起祝福2025年平缓的度过。我再补充一个，你刚才说看到内在阴暗面，就像是一个人生病，我会鼓励他应该跟你生病的那一个器官或细胞，先很安静的、很单独的共处的时候，你就是要让这一个平静喜悦的力量跟你同时，其实就产生了某一部分你跟这一个生病的状态去和平共处的时候，这一个被治愈的空间就会更大。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时时祈祷自己内心平安。当然，你也可以祈祷在2025年，希望我的高灵们，希望我的守护神们，可以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脆弱、阴暗面，但同时也让我源源不绝的产生一种更坚强的力量，更充满光、充满乐观的力量，然后帮助我去整合我自己内在的小宇宙。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跟请求，好不好？因为其实你刚才提到关于闭上双眼这件事，我有没有可能可以邀请你，就是用一个可以让大家在看的影片或者是听着声音，借由闭上双眼去稳住好自己的一些小方法。OK， 我欢迎各位闭上双眼，然后将你的左手掌心放在你的肚子上面，然后你的右手请做这一个手印，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祈求平安，尤其在有点像是我们告诉你跟你的指导灵创造出来的平安的状态，也是一种召唤，就是我召唤我的佛菩萨或者的诸佛菩萨或守护我的天使们可以到来。然后之后将你的手轻轻的放在右手的膝盖，将你的意念放在你的心轮、胸口的部分。敏感的你是否已经感觉到有能量一直进入呢？这个手印其实就是你跟守护神很深的连接，然后你的灵魂透过你后心轮传递到心轮，就是他对你的呵护与爱。当你能量匮乏的时候，当你从你的生活环境里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期待的爱，往内找，往灵魂找，往你的身后的力量去连接，你一定会获得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支持。我们安静的感受，你只要简单的呼吸。你会感觉你的守护力量源源不绝的在支持你，你全身会发热。要记得，在2025年，耗能是随时要觉察的。当你觉得跟某一些人事物共处的时候很耗能，我们要珍惜自己。我祝福你们的神性跟你有更深的连接，很深很深的守护你们，在遇到危机前，有许多的可能性可以让你趋吉避凶。我愿意在灵性的道路上站在对的位置，长出厚实的力量。当你们在集体里晃动，让你耗能产生疑虑的时候，不要急着求助，我们先用这样的方式安静下来。相信我们，你可以的。每天15分钟这样的练习，简简单单的，只是内心去接收他们给予你的滋润，一整天你就会精神气爽。我们都相信2025年会平安度过。
然后最后你们合十，深深的感谢自己与身后所有的力量。好了吗？虽然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这样子录，但是如果有缘分的话，我就会一直让老师都是坐在地板上的方式，可以有缘分坐在地板上的方式，对，就继续跟老师一起以厚脸皮的方式，就是在问问老师可以再带领灵性小白，让自己更加稳定。就这样，下次见，拜拜。